小狗意外碰到了插头，呼吸机瞬间停止工作。男人挣扎着想发出声音提醒妻子，可他正忙着照顾孩子。随着最后一丝氧气耗尽，罗宾陷入绝望，死神逐渐逼近。妻子察觉到不对，赶紧过来把插头接上。经过短暂休克，罗宾终于睁开了眼睛。得知此事，朋友们都赶来看望罗宾，提出可以帮自己装个铃铛。但对于一个全身瘫痪的人来说，晃动铃铛并不容易。What can you move? Cover your eyes, everybody. 没过多久，罗宾的铃铛装好了，只要晃一下头，妻子就会在第一时间赶来。Darling. Bottle. Oh, why not, yeah? 是的，这天罗宾看到儿子在玩摇篮车，顿时有了个新主意。他让朋友帮自己改造了一辆轮椅。被困在床上2年，这还是他第一次出门。这辆车时速高达5公里，能为呼吸机提供3个小时的续航。罗宾兴冲冲地坐着他去医院炫耀，因为他的病友们已经很久没下过床了。但看到这一幕，院长十分生气。Did you give permission for this contraption to be brought into my ward? Well, actually, sir, Mr. It's hard enough for our patients to accept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lives without raising false hopes that can only leave them more dissatisfied. Now, where you come from, it may become a practice to play games with people's lives. Here, it is not. Is that understood? It's lovely to see you, Dr. Atwhistle. 从那之后，罗宾再也没去过医院，他变得很孤独，总是忍不住想起年轻时的日子。驾驶飞机驶向遥远的地平线，他曾问过妻子，如果我没有瘫痪，或许会有很多风流史。可妻子却说真风流起来，谁多还真不一定。 Yeah, it's not too late for you. Isn't it? I can come back and find you popped off while I was out. That would rather spoil the party, wouldn't it? Yes, it would. 这晚，儿子翻出一本相册，里面全是罗宾年轻时和妻子去非洲冒险的照片。所以他问父亲什么时候能再去一次非洲，自己可以推着他去。没过多久，一家人踏上了非洲之旅。为了让罗宾更好地欣赏沿途风景，妻子还特意把车门拆了。可在半路上，呼吸机突然发生故障爆炸，车里瞬间浓烟滚滚。妻子震惊地停好车，给罗宾接上手动呼吸机。等一切安顿好后，他准备修理呼吸机，可打开盖后才发现线路已经烧成了焦炭。好在有好心人经过，帮他们去镇上打电话求救。在等待救援期间，所有路过的旅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听罗宾讲述他年轻时的故事。当时他是个穷小子，一次宴会上，他邂逅了妻子富家千金戴安娜。朋友们都劝罗宾离他远点，因为他的2个哥哥不好惹。可罗宾偏不，他用一技之秋砸碎了宴会上的盘子，也砸进了戴安娜的心里。Sorry, my fault. Sorry. 戴安娜记住了这个有点冒失的小伙子，她开始偷偷跟他约会。罗宾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冒险精神，驱车上100公里，只为了去喝一杯最新鲜的黑啤。而到了舞会上，他又成了最温柔的那个。当戴安娜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她才发现已经太晚了。哥哥们极力劝阻戴安娜，凭她的家世与相貌，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可戴安娜始终不为所动。Diana, please stop going round and round and concentrate. This is your future life we're talking about. It's your future happiness. The thing is, I just know this is it. 没过多久，罗宾和戴安娜结婚了，他们的孩子也即将出生。这天，罗宾在打球时突然摔，他以为自己只是关节痛，可到了晚上，这种疼痛如潮水般袭来，迅速蔓延全身。他被送到医院，四肢已经抬不起来了。医生在他身体上铺满冰块，然后在手术室划开了他的喉咙。第二天，罗宾终于苏醒，呼吸全靠机器维持。医生告诉戴安娜，由于气流不能经过喉咙，罗宾再也说不了话了。戴安娜像是没听见一样，露出了一抹微笑。罗宾被诊断为小儿麻痹，病毒会经过血液到达中枢神经，最终导致脖子以下全部瘫痪。How long will he be like this? The paralysis is irreversible. Good respiration system will maintain life for a while. We're talking a matter of months. 这一刻，戴安娜心如死灰，曾经近在眼前的美好生活，一夜间化为泡影。母亲劝她赶紧离婚，现在回家还来得及。父亲也说，得了这种病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好歹放弃治疗也能减少痛苦。可戴安娜拒绝了，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此时此刻罗宾有多需要自己。
没过多久，他们的儿子出生了。戴安娜把他抱到病床前，罗宾先是闭上了眼，紧接着又苦涩地笑起来。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将来孩子甚至都记不清他的样子。戴安娜把罗宾送回了英国，接受最好的治疗。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治疗毫无起色，罗宾彻底陷入绝望。他变得越来越沉默，脸上看不出一丝表情，甚至连孩子都不肯看一眼。有次戴安娜的哥哥来探望，他挣扎着动了动嘴唇。Let me go. 几年后，随着技术进步，罗宾终于能开口说话了。为了帮助他，戴安娜请来一位老牧师。他告诉罗宾，上帝最疼爱的人理应承受最多的苦难，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Closer. Yes, of course. I'll be on my way. 世上最无耻、最歹毒的赞美，就是把艰辛与苦难当成一份精致的礼物，以此来愚弄世人。这是通往幸福与成功的密码。有时罗宾会梦到自己痊愈了，拔掉管子，彻底摆脱呼吸机与病床。可一觉醒来，一切又回归原样，只有戴安娜一如既往守在床边。I'm no use to you. You really must leave me here to rot now. Well, it wouldn't look very good. And apparently, I love you. Well, I don't want you to. Don't you understand that? 罗宾像个孩子一样说着气话，想把戴安娜赶走。可戴安娜只是重复着一句话：“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对他而言，罗宾依然还活着，比任何事都重要。戴安娜答应了，她向院长申请出院，却被直接拒绝。以罗宾现在的身体状况，离开医院后，呼吸机一旦发生故障，只要2分钟就会死亡。戴安娜没有理会他，花费7000英镑买下了附近一座别墅，然后联合护士和医生把罗宾偷偷送了出去。她非常清楚，想让热爱冒险的丈夫活下去，必须带他离开医院，去看看久违的蓝天，还有绿油油的爬山虎。就这样，罗宾成功搬进了新家。然后戴安娜把孩子抱来，这一刻，罗宾突然释怀了。在身边所有人的帮助下，罗宾的生活越来越好。他有了特制的轮椅，不用再日复一日地躺在床上，可以读书看报，可以出门看望朋友，甚至可以乘坐飞机到处旅游。可每当他想起那些依然躺在医院里的朋友，他就如坐针毡。罗宾托朋友改装了轮椅，呼吸机的续航增加到1天，舒适性也大幅提高。他想拉投资大批量生产，可一群只能活几个月的残废根本大动不了资本。幸运的是，有个贵妇人愿意慷慨解囊，在她的帮助下，医院里的病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轮椅。这天，残疾人基金会的会长找到罗宾，带他来到一家特殊的医院。这里的病人都是全身瘫痪，只能靠机器维持生命。他们像是被囚禁在一所监狱，连目光都局限于一块小小的镜子。这里的一切都让罗宾触目惊心，他开始到处演讲，希望能用自己的故事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丝力量。What is it that you see? Do you see a creature that's barely alive? Or do you see a man that's escaped the confines of the hospital walls? 罗宾告诉所有人，生命可以为了活着不择手段，但我们世人要有尊严的活着，而不是被囚禁在医院里。一瞬间，掌声雷动，他用自己永不屈服的生命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尊重。一晃8年过去，这天，罗宾突然血流不止。由于常年使用呼吸机，他的肺部已经严重发炎，任何一点伤口就会导致流血，而且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罗宾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时候离开了，可妻子却突然质问他 And what about me? I'm going to be free at last. No. No. God, you're a stupid, stupid man. What do you think I've been doing all these years? Your life is my life. 不管戴安娜怎么说，罗宾都不为所动，就像当年的他一样。哥哥们好话说尽，他也不曾改变主意。不久后，戴安娜为罗宾举办了一场派对，他生命中所有的朋友都来了，罗宾被他们围绕在中间，像个即将登基的国王。在这之后，罗宾的出血越来越频繁，看着妻子疲惫不堪的背影，他忍不住又说了一遍。戴安娜没有回答，只是温柔地抱住了他。她知道丈夫心意已决。第二天，罗宾叫来了自己的医生朋友，
妻子默默把儿子拉到一边，直到医生离开，两人才回到家。罗宾让人给自己执行了安乐死，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余下的时间，他只想和家人好好道别。I don't have a farewell speech. You mind, do you? You've given me a wonderful life. I want you to stay. 戴安娜最后一次亲吻了自己的挚爱，感谢他一直努力地活着。回想过往，有初次相遇的惊喜，热恋时的甜蜜，还有病痛中的苦难与幸福。他突然想起两人在非洲冒险时，朋友讲过的一个故事。遥远的西方有个腐败的小国，有64个人因为起义被捕入狱。国王告诉他们：“我准许你们死。”于是第二天清晨，那64个人全都死了。自始至终，他们的信念都没有变过。起义也好，自尽也罢，都是为了有尊严地活下去。而此时此刻，罗宾就是那个囚徒，也是那个国王。他准许自己坦然赴死。